很难想象这2年体验过这么多平板，居然还能摸到一台如此特别的平板，拿在手上就感觉和别人完全不一样。它就是华为上个月发布的 MatePad Pro 13.2英寸，用了差不多1个月，是时候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啦。用了几个星期啊，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一台 MatePad Pro 在第一印象上无懈可击，厚度很惊艳，很多折叠屏展开都没有这平板薄，就离谱啊！而且啊，华为这块柔性 OLED 薄就算了，屏幕素质还好得夸张，可视角度和亮度都是绝对的 T0，这可不只是利好吃泡面啊，写起字来都有区别。那平时我们看平板是这样的，都挺正常的吧？但只要放在桌上面写字画画，就能看出来区别了。S9 Ultra 放下来的时候会有花花绿绿的感觉 ，iPad 这边亮度感觉就不够用了。而且啊，它这个抗眩光做的也非常的极致，点亮屏幕之后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这种玄学我们一般叫通透。现在我这后面有一个摄影灯，华为这边现在看的还是挺清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光。S9 Ultra 这边已经几乎是看不见了，肉眼看其实真的很明显。你再看一下正面这一喵喵，华为虽然不是最早在平板上剪刘海的，但还能做出来这么明显的差距，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边框也太窄了。如果说这样还不够明显，那还是直接看一下对比。而且这么薄的边框也没有明显增加误触的概率，这样用都没有问题。华为这块平板还没有开始玩，就光是整个上手的感觉，就让人感觉这块板子一定差不了。如果我问在座的各位，你们的平板买来是干啥的？想必大部分都会嘴硬一句工作学习。不过也确实啊，大几千的平板想要只会跳架，光下饭可不够，还得整点狠活。插上键盘是不是就有那味儿了？首先，这个键盘是无线连接的，而且还自带电池，这意味着你甚至可以这样抽出来，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蓝牙键盘用。我还发现这玩意儿甚至没有触点，就算你是吸在平板上，它也依然还是有线的无线键盘。而且啊，华为居然还给平板键盘做了脚垫，放在桌上拖都拖不动。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触控板真的超级大一块，手感还巨好。具体好在哪儿呢？你们可以试一下自己笔记本上面的这个触控板，一般上面的部分是很难压下去的，这个呢触发压力不用很大，手感也很清脆，就是会让人更有使用的欲望。更关键的是，华为这个键盘本身也是真的很好用，因为做了很多键位的适配，比如回车键在相机里面可以拍摄，所以你甚至可以给键盘来一张自拍。原本应该是 Win 键的地方变成了鸿蒙键，功能倒是一样的，可以算是一个小彩蛋。键盘上还有几个很好用的快捷键，比如说点这里就可以快速呼出流转页面，点这里呢可以直接语音输入，有时候只是想随便输入点文字又不想打字的时候还挺好用的。华为手机的话，触控板这里还可以碰一下直接联动，这下可以说是 Only 华为 can do。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平板折腾了这么些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替代电脑呢？我觉得主要是有2个原因。现在很多平板都开始搞什么桌面模式，去 cosplay PC， 但那只是界面长得像电脑，用的其实还是移动端的软件，都是为了肥大的人类手指设计的，并不适合鼠标。但是我可真用上鼠标了，华为可不跟你整这些，页面还是原本的页面，但软件可是实打实的电脑端，跟电脑一样用，还能保留原本的使用习惯，简直不要太爽了。我觉得华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是通过这些 PC 级应用，让重度 PC 用户不需要重新学习一套移动端的逻辑，而且如果你还是需要用手指来操作，你依然可以在应用市场中下载原本的来用。解决完怎么编辑的问题，第2个问题就是怎么把文件传进来。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传的，我每次都很痛苦。跨品牌已经很麻烦了，跨系统那就更是重量级了。第3方的传送体验也一言难尽。换平板之后，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 WPS 自带的云存档同步，另一个是从华为自带的文件管理连上 NAS 直接编辑，还有就是把手机上的文档直接协同过来。聊完平板电脑作为电脑的一部分，咱们再来聊聊作为平板的部分。介于手机和电脑之间，手写笔可以说是平板最大的护城河。只看外观，手写笔跟上一代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内在其实才是大部分人最感兴趣的部分。没错，有了新闪的手写笔，遥遥领先的，遥遥领先。
延迟控制却是遥遥领先，压感甚至能做到10000级以上。要知道，在网上买的专业数位屏一般也就8000多级，就离谱啊！但这还没完啊！知道的小伙伴应该知道，虽然都用手写笔，但是画画和写字对应着不一样的需求。MatePad 手写笔呢，干脆直接给你2种笔头，一种更硬更滑，透明的笔头也可以更加容易观察到笔头的相对位置；另一种更软，阻尼也更大，也更适合手写，平时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更关键的是，华为不仅笔要搞特点，甚至还搞出了自己的笔记软件，可不是备忘录啊，是正经的笔记软件。华为布局这个有一段时间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去年那个11寸的 MatePad Pro 上面开始有的。当时我还做了一条视频，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了，功能也越来越多了。你看我现在随便写点东西，再点这个圈圈把它这个框起来，点一下字迹调整，然后它就 AI 修好了，英文和数字也可以修。这个你们肯定都见过，那这个呢？画出来的图形甚至可以调角度，圆也可以这样拉大缩小，是不是有点意思？编辑完之后，除了能导出常用的 PDF， 也可以导出这个华为笔记格式的原文件。如果你拿到别人分享的文件，你就可以在别人写的字上面继续编辑。我觉得华为这个笔记软件可能在功能性上确实不如第三方软件那么花里胡哨啊，但厂商自己造软件，起码没有广告，也不会有需要买断或是订阅的付费项目，把大家平时使用体验的下限一直拉高，可能才是华为想要做到的。这块平板呢，我也用了挺长时间了，还发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小 feature。平时咱们把笔吸上去这里之后，没有显示充电，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坏了呢，原来是为了保护平板的续航。系统这里有个开关，打开之后，如果手写笔的电量充足，就不会一直补电，有意思。小窗现在可以自由调整比例，算是自由啊。3个档位分别近似于直板手机、折叠屏和平板。性能现在也可以大概测测了，原神已经做了适配，30分钟极限画质57帧。大平板散热效果不错，算是目前旗舰处理器的正常水平。最近华为发布的产品热度是真的高啊，不管是手机啊、手表啊，还是我现在手里的这个平板，都很有特色。处理器、操作系统对产品的洞察和定位都是很有华为自己的想法的。功能上的堆料很足，鸿蒙4的体验又很丝滑。如果预算充足，配置上也需要这么一台旗舰配置的平板电脑，那这台 MatePad Pro 13.2是值得考虑的。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切蒂，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